姑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容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你祜禄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、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他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。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，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福生，福生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份包庇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
不仅要让有葫芦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公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莹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。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姑母，姑母。我去的时候，景仁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竹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景仁宫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景仁公死了，那青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景仁宫那位，是不是秘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景仁宫过身了。什么？是秦主儿所言，保的是宝璧。真是宝璧？秦主儿是亲眼瞧着景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景仁宫。让人去照顾景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青卓过来。这。景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公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。才见景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景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。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
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景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味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哎，皇上小心外太后，奴才立刻去办。